现在全网都在说我们安徽泄洪的事情，都同意开闸，我不同意。为什么呢？有原因的。91年涨过大水以后，我就到上海去要饭。我那时候9岁，那差一点点饿死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个人给了2分钱吧，扔在地上，走，给你搞的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差一点点饿死了。到2000年以后出来打工，也是，那很多厂里咱安徽人不招。那你有时候人家招工了，你站在旁边，人家有老乡就讲了，你可是安徽人，你要是安徽人，他们这安徽人不招。你看，都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你安徽人。不是我们安徽人穷，他老是毕业，他能不穷吗？老是泄洪，他能不穷吗？他们这些人，你帮了1个月以后，他马上就忘掉了，没。从今以后，全国人民都知道，2020年7月20号8点31分，千年淮河第一闸安徽王家坝再一次选择了开闸泄洪。12年的15次泄洪，是为了上保河南，下保江苏，是我们安徽人默默地扛下了所有。什么是泄洪？就是把水泄到自己的家园，淹没自己的村庄，损失自己的财产，还有自己的祖坟，确保上游和下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。都说搬家穷3年，我们安徽人是个人口大省，也是一个农业大省。我们安徽人是穷，但是我们安徽人这种舍小家保大家的这种精神，成全了江浙沪他们这些经济的发展。经过这个洪水之后，我们安徽王家坝有20多万人背井离乡，甚至他们会出去讨饭。我希望等我们安徽人到你们江浙沪那边比较经济发达的地方，请你们善待我们安徽人，给我们安徽人多一些宽容，多一些关怀，多一些关爱，是我们安徽王家坝人舍弃自己的家园，舍弃自己的财产，损失自己的利益，成全了你们江浙沪那边人民过上安稳的生活。希望你们善待我们。太可怜了，我要哭了，听听官媒怎么说。听见汹涌的洪水的声音了吗？这不是泄洪，是蓄洪。蓄洪是把自己家的大门打开，让洪水流到自己的家里来。数十万安徽同胞的家园就这样变成了一片泽国。安徽人是穷，但我们不傻，我们和你们一样勤奋努力。我们也不需要溢美之词，因为我想换作是你们也会和我们一样做出同样的选择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，叫中国。一声令下，说要保大家。安徽王家坝的父老乡亲毫不犹豫听从号召蓄洪。和泄洪不一样，蓄洪区就像一个大盆，把上游的洪水都装进来。洪水来时，房屋倒塌，残垣断壁，道路被冲，良田被毁，转眼间家园变亡羊。但为了护住更多人的平安，他们毅然决然肩负起了这个责任。国家，有国才有家，上保河南，下保江苏。王家坝66年16次蓄洪，也就意味着王家坝被淹没了16次，这里的父老乡亲撤离了16次。有一种精神叫王家坝精神，这种精神是弃小家保大家的顾全大局精神，是同舟共济、万众一心的家国情怀。春风十里不如你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是有些人替你承担了所有。退水前的日子，他们的生活可能不是那么方便，甚至会有一些困难，但孤岛上的他们不会孤单，因为背后永远有着强有力的国家保障。洪水终将退去，家园也将重建，这是一场值得致敬的暂别。加油，王家坝！感谢抗洪中的父老乡亲。就想问问，现在有没有什么困难？现在困难没有，一般情况没啥困难。一般情况没困难。家坝虽然蓄洪了，但是我们经过科学研判，保证大家生产生活的这个安全，所以大家坚定信心，
把这一段汛期呢安全的度过。实际情况是这样的。大家看看我们安徽阜南的板面哥，他吃了什么，他干了什么，他的衣服全部都湿透了。在我们安徽王家坝，他支援了王家坝，你看中午就是吃这个泡面，你涂的什么，喂的什么，还有多少这个黑粉在黑它。1月15吧。you